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游钓黑坑疯子。我们今天是在广西南宁这边叫做鱼丰苑钓场，这个塘呢也是钓华口鲤鱼的啊，就是那种钓放下去的。但是今天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应我一个老哥之约，说要到这边过来玩一下，好像有什么事。然后我老哥在前面等我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，先去找他。哎，渔人大哥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今天你平常不是都野钓了吗？今天怎么跑黑坑来了？主要是因为国庆野钓的人比较多啊。其实叫你来这里是因为你不是帮胡子腾又盘了手把竿嘛，然后我还有帮小我妹又盘了什么东西。我叫你来这里呢，是最主要就是我想来这里盘老板的狗，因为他很嚣张啊。他说我能上岸的话就让我抱走他的狗，所以说我今天请你来帮我这个忙，我要盘他一条。盘狗？对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走，我们现在去找老板。哎呀，我这几天都在打工，哎呀，国庆都还要打工。刘总，哎，又来了！我今天又来了，我想来盘你的狗。上次你说的还算数吗？狗仔现在已经都送给朋友了，送了啊，但是现在还有个猫，还有3只猫。猫可以啊，可以。你不是有个渔具仓库吗？你要仓库里面猫可以抓老鼠啊。抓老鼠，那猫怎么盘？这样子吧，猫跟狗还是有点差距的。你如果说上岸了，这回给你一只猫，然后下回你再来的话，我再送你一只狗。你的狗又准备要生了吗？那行，可以干，没问题。OK， 那就上岸啊。那这边是怎么收费的呢？220块钱5个钟，然后回鱼4块，等于55斤上岸啊。对，55斤上岸，没问题。交给我。行，那行，我们先去准备东西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。我们今天开的是一款缓腾颗粒啊，那么像这种缓腾颗粒打这种华口鲤鱼效果还是可以的。然后这边都是在用这种的。其实很多人呢对这种华口鲤鱼不理解，有的呢从这视频当中看不出什么东西，就比如说看着有口打到了，或者说看着钓的很多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华口鲤鱼的话，小饵加的也可以就比较重。实际上饵料的一个味型呢，你只要找对味型了，浓淡它是完全是取决于这个塘的一个水质。如果说你找不对味型，你点一滴小饵都是多的啊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，就先让它浸这个10分钟左右，让它完全吸透水。像钓这种缓腾颗粒呢，它就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它吸透水了之后，我们一定要将里面的空气给它挤压出来。如果说里面的空气没有挤压出来，它很容易就飘起来了。那么缓腾颗粒跟软黏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，它的一个雾化相对来讲会少很多，而且它有颗粒状的东西在窝底去做一个留窝。如果说你这个全部是雾化的一个，全部是浮起来，这里面的空气没有挤压出来，它就很容易在你窝子里面漂浮着，可能把鱼会打得离底，或者说是窝子里面鱼多的时候，它会把你这个窝点会给你打上或者打偏移。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将里面的空气挤压出来，让它沉到你的一个窝底，做一个诱鱼留鱼的一个效果啊。然后这里面的话要加一些蜘蛛丝之类的，去让它粘合起来。然后我们再需要在这上面加一些粘粉啊之类的，像感碳，然后再给它加一些。就薄薄的打一层就可以了啊。加感碳了之后呢，再给它弹一点点水，因为我本身饵料的一个水分吸的差不多，感碳它这种的粘粉呢，水分如果没有一点点水分，它的一个溶解没那么均匀了。
OK。我们今天的话刚开始上来呢，杆子选择是一支4.5米的波纹螺，然后主线1.5，子线1.0的，浮漂次线在1.5克左右啊。我们前期打这个鱼呢，目数不要调太高，反正打这种泡泡球呢，尽可能的去调一个低目做钓，比如说像调个3目，钓个3目、4目都可以，或者调个5目，钓个4、5目都可以啊。它这边华口鲤鱼呢，它有一个特性就是，你给口你不一定打得到，就是会无限的火箭口，一直给口，一直给口，然后让你一直打不到的那种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看一下今天能够打多少。跑，往哪里跑？好，咦，这个跟上个塘钓的那个鲤鱼是不一样的哦。这个塘的鲤鱼相对来讲，它皮毛就漂亮很多啊。不过也是哇，掐不住，它这个就比较漂亮啊。也是出现很多口了，连续打了7、8口没有打到它，然后就一直在放口。打这种华口鲤鱼，你不要去急，你先要去看清楚你要打的是哪一口。喂，这一下钓到大鱼了。我们刚开始钓的时候呢，在上钩去给它戳那种大的很大啊，然后下钩去戳小的，然后去做一个前期打，尽可能打快一些，然后去让窝子里面诱更多的鱼。鱼多了之后，它是抢食的状态，它跟我们那鱼少的在那里慢慢选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。鱼多了之后呢，它出来这个口动作也会更多啊。所以我们前期尽可能的，当鱼口慢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打快一点。反正有可能就是见口就打，见口就打，目的呢就是先把窝子抽起来，把鱼多抽一点。上大下小啊。哦，来了。起来吧！哎呀，我在这边调整了料的状态啊，这边偷袭我，又是一条啊。它这个鲤鱼还算是比较漂亮，比起上次打的那种的。叫老板拿8瓶水，2瓶不动的。2瓶不动的。绿藻多不伤鱼啊！来了！哎呀，又跑了。嘿，这个鱼真的是有意思。涮了就吐了，涮了就吐了，一直的火箭口，就反复的给口，而且连续打中了好几条，就是说一打到就脱掉了，就火箭口那种的黑下去的打到也脱了，然后钝口打到也脱了。那这个鱼啊，吃食的一个警惕性涮饵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跑！哎呀，这一条鱼我让了好多口，一直在让口。
这条就比较小啊，七八两左右的，进去吧。来了，冲，往哪里冲？冲得很，哎呦吼！他这是，哎呦吼，他给我切了。不行，得温柔一点。这个回的太快了，给我切了。火箭口，直接就是一个火箭口。你有火箭口，我有穿云手。来吧，你想干嘛？哇！哎呦！哎，算了，我抓不到你。你看它这个尾鳍啊都没了，看到没有？这种的，但是它跟上一场的就不一样，它的这个肥胖的压秤，手，你看一下，哟，你看一下，算了，这家伙脾气不好，抓不住他。来了，来！哎，这条可以，这条3斤都有了，拿来值2斤，掐都掐不住。好，这条刚才呢一直是鱼，很多都是离底的，然后刚才老板把打眼机打开了。就中了一条这个鱼，个体还可以，就不知道这打眼机打开了之后，这鱼口会不会好很多啊？接着钓。来了。这个不小，哇，可以，翻个身，掐又掐不住，哎呦，这种鱼啊，大了掐都掐不住，吃进去了。哎呦，别跳，兄弟，别跳啊！跳你就少一点痛苦。好，它这种胖的鱼呢，跟那种头很瘦、很小的那个划口是不一样的啊。那种头很瘦的那种很饿，它可能是饵料打下去之后，它会去抢食，而这种大的它就不一样了，它很挑。它就是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，钓放训练的过程中还不够，所以就导致呢，它不是特别饿，它还是特别害怕的。像那种头大身小的那种，训练过了，
就你钓多了之后，它已经知道了，你钓起来你会把它放下去的，所以它吃食，它饿疯了，它会去抢的。这个鱼的话还是要谨慎啊，钓它，警惕性还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，吃口也是一样。因为这个线还能不能用了，打没打结？你看一下。啊，线打结了，没用了。我们不要偷懒啊，线打结了就直接换掉。等一下，因为自己懒，没有去换这个线，导致中了大家伙，然后切线跑鱼了，就划不来。这钩具大概2到3个钩具就可以了，看情况啊。我这边是2个半钩具，